其实宠物会不会转世啊，是在来到人间之前就商量好的。那如果说转世是对这只毛孩最好的安排，还是可以邀请他回来找你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森小邓。今天咱们说回宠物，还轮回啊？跟灵魂有关系。事实上，宠物它其实也有交流，只是我们听不懂。对，有那个授语嘛，咱们不是讲过那个英语是吧？英语英语那一期咱们还是回去看一下，听扬再生。那这次其实是一个作家叫凯伦·安德森，根据他的这个经历写了一本书，关于跟宠物之间沟通的事情。宠物通灵，有点这个意思啊。他说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并非巧合，离开的动物呢，往往会引导我们遇见对的人。就想了解毛孩死后生命的经历，那其实这些信息都会告诉你。那事实上你刷到我们并非巧合，而是说你曾经或者是你将要领养的毛孩让你刷到我们，冥冥之中的指引。有这个感觉。那凯伦·安德森之前还当过警察，他直觉比较准，就是想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念头，比如说今天感觉运气不错，买个彩票会中，或者说他之前借给朋友钱，他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不了了，他去问朋友，发现这个人跑了，直觉很准。有一天呢，周六进到厨房，看到自己家养的小猫躺地板上，他一醒来就打个招呼嘛，你在干嘛呢？突然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我塞住了。谁说的话？他不知道谁说的，但那个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什么叫塞住了？就是堵住了这种感觉。他听得很清楚因为现场只有那只猫嘛，所以呢他就去问那只小猫说，刚刚是你在说话吗？又一个回答，对，我塞住了。真的是猫在说话？是猫在说话，但是没有真的说出这个声音，而是在他脑海里听到的这个声音。有点像艾罗是吧？这种感觉。他再次听到这种急迫的话语，然后他就觉得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问题，看着猫有一点痛苦，带着猫赶紧去医院。去医院一检查，发现他的这个尿道阻塞然后医生还说你们来的还挺及时没有什么并发炎症之类的。从那以后他突然知道自己觉醒了这么一个能力，能够跟宠物对话。他本身不是做警察的嘛，所以他就想到说，如果在这个案发现场周围如果有动物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去问一下他？这是一个好办法自此解锁了一个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有一次出警，是一个女性被袭击了，她当时呢正在做这个受害者笔录，她的同事呢负责搜索附近，看看这个嫌疑犯跑没跑远。那这个时候她做完笔录，有只猫从案发地的这个仓库后面走了出来，那只猫就在那散步，直勾勾地盯着她，然后转头看了一眼仓库。她听见一个声音说里面。这么明确的指示相当于告诉她了。她有点怀疑他就说这只猫是不是在告诉我嫌犯的藏匿地点小心翼翼地走向仓库。在他的视角下其实看不到人但他还是壮着胆子说了，他说你把双手举出来，我已经看到你了。他这话说完1秒钟，门慢慢打开，嫌犯举着双手出来了。哇，这么神真在里头呢？真在里面。这事实上他也没想到嫌犯能藏在这里，他多亏了那只猫嘛。自那以后他的名声就打响了。他这段时间呢是一直做警察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更改了自己的决定。啥事儿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聚会，一个烤肉主题，他正在和阳台的人聊天。这时候呢，有邻居说他家孩子捡到了一只野鸟。他的形容里呢，这只鸟是被邻居的猫抓住了，差点被咬死。正好这孩子发现了，赶紧替小鸟疗伤。那个邻居跟他关系不错，知道他爱护动物，并且还能跟动物沟通，所以请他一块儿去看看小鸟。他就在听那个孩子怎么形容这个解救过程的，一边听着一边把手伸向那个小鸟。那小鸟也不害怕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他的这个手指，就安静地在那儿坐着。那几个孩子在旁边跑来跑去，他都想要摸这只小鸟。那还有一个孩子跟他旁边说，问这个小鸟喜不喜欢吃小米，他一直重复这句话。那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又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我一直在等你，我呢来自天国，而你是神的孩子。给了这么一句指引然后两个人就聊。这个小鸟最后说什么呢？说你其实内心很清楚，你有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你可以在这条路上持续的走更远，而这是你此生的使命。这鸟跟他说的？鸟跟他说的。不光能通猫狗他相当于倾听这个动物的声音了所有喘气儿的都能听见。对，自那以后他是觉得说，那可能做警察满足不了他这个使命了，他呢专职去干和动物相关的事情，帮助这个动物和人之间做一道桥梁，从此走上了这个宠物通灵师的道路。并且他还发现他不只能和活着的动物交流，死去的动物也可以。对嘛，人不是通灵师吗？你给我一个 ID 或者给我一个特征，我可以帮你找到你想要沟通的这个宠物。是这样。这个 ID 就好像这个电话号一样，他呢是这么形容的，当他和这个死去的动物去通灵的时候呢，更像是与他的灵魂去对话。
没有肉体了嘛，他先要拿到一张这个宠物的照片，拿到这个照片以后，脑海中去想象，去跟这个宠物连线。那有时候没有照片，直觉强的时候，甚至可以在它主人的描述中也能出现这个画面。看不见画面，光听描述就能跟它建立连接。哎，这个就是涉及到双向的。哦，他得同意是吧？对，当我可能拿到这个照片呢，我是直接一个号拨过去，发起视频通话。哎，对，接不接在那边？是在那边。那你刚才说的这种没有照片呢，这种就更强，相当于人家本身就有一个意念想连接，拨进来拨出去，类似这种。那一般这个通灵的时候是要沟通，说一些它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对吧？那动物呢回应的方式大概有2种。Yes 或 No 啊？那个太简单了，你要就 Yes 和 No 的话，这个收费是有欺诈嫌疑啊。成笔仙了，对吧？他问的会比较具体。那一般动物回答呢，第一种是会说用一种画面去表达，在你面前放电影，有种这个意思，一种想法和信息。比如说给你放一个心爱的玩具这个画面出来，给你看到某个人或者看到某个特别的地方。哦，这样。艾罗那期其实也是有传讯的，对吧？他只要他们看过，他们就能传送这个画面。那这种是画面，那还有一种呢是直接出来一种声音了。那出这种声音来说，它就是一个信息。一般动物出画面呢，它还能去问到这个前主人，主人可能做一些回答。那传讯息的话，它是没办法，它只能原封不动的把话告诉主人，他也不知道说的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啊，说有一只小猫叫橘子去世了。主人呢就想跟他去做连线，拿着橘子的照片发起连线，接通了。橘子就跟他说牙膏，就这俩字儿，他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那直接他跟他的主人就说这句话，他说了牙膏。主人想了一下，马上理解了，说哎，我今天出门才买了一条牙膏，而且我只买了这一个牙膏。你这么说的话，当时橘子也在这个店里看着我吗？安德森就问了橘子，橘子一点头，就告诉主人说是他看到你买了这个牙膏，他想让我跟你说，他就站在你旁边，一直陪着他。哎，是这意思。那主人听完以后就哭了，因为主人说我今天其实拿着牙膏排队去结账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了橘子，他前面正好有2个人买了这个猫粮，没想到那一刻他就在我的身边，真的不可思议。那他这个跟人一样吗？上次我们在讲人的时候，这个人假如他要是离世很久或者进轮回的话，是不是也连不到线了？因为上次咱们聊的时候说这个宠物相对来说它投胎不是还挺快的吗？哎，对，所以你可能过了这个窗口期再想去连人家，人家早就不在线，号都消了。哎，这个问题啊，就是书正好说到了，一会儿后面我们就会做解答。事实上有客户也跟他说，在宠物去世的时候，他们曾感觉到过世的毛孩又回到了身边，因为毕竟看不见，所以都以为自己是产生幻觉。有的时候是眼角瞥到了他们的身影，有的时候感觉到跳到床上。安德森的解答是，他做了这么多期的这个宠物通灵啊，他说只要一念之间，其实毛孩就能回到你的身边，并且有动物跟他说过，在离开以后，动物会想尽办法运用周遭的各种资源，让人类发现他们的存在，故意弄出声响让你听见。哎，类似的，那毛孩使用这种能量，就是类似操纵这个物体，或者送出一些其他的暗示，它也需要很多能量才能做到。这个毕竟很难，相当于你用一个没有实体的东西去影响实体。他还说，其实当你去给宠物一些包括爱的思念啊、祈愿啊或者快乐的回忆啊，其实他们是能感觉到有能量补充进来的。就甚至说你在路边看到的这个蝴蝶、瓢虫或者蜻蜓，也能代表说宠物的灵魂在你身边，灵界的使者。哎，这3种好像是比较容易被灵体控制，甚至毛孩还能送上这个羽毛或者硬币，表示它与你同在啊。这个就跟不同的毛孩性格有关，有的呢就比较喜欢创新，有的能从广播里或者广告的这个板子里面听到它的名字，类似这种，每个都不一样。之前有一个主人，他养了一只猫叫秋秋啊，这个秋秋呢每天早上都要用这个胡须刮主人脸让他起床，离开了以后，那主人就很想念他，他就问这个通灵师他在哪儿，然后秋秋回答呢说，其实我一直都在他身边，并且每天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用胡须把他弄醒。这个主人就恍然大悟嘛，事实上呢，他也每天能感觉到好像有东西葫芦他脸，不敢往那边想，以为自己是幻觉啊，其实就是秋秋的灵魂在他旁边。真的会有这种触感吗？啊，能影响到。就我之前不是养过那只猫嘛，养了17年，就是我家猫离开的那段时间，到晚上我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我的被子突然一沉，因为以前它就睡我脚边上，不能跳床上，就躺在那个地方，感觉到沉的时候往脚边一看，其实是空的，你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点类似于亲人或者伙伴离世之后还会有这种潜意识。当时是这么以为的，但你现在看来，它可能是它的灵魂真的回来了，让你感觉到它那一沉的那个重量就是它灵魂的重量，哎，也是它愿意陪伴你，给你的爱，可能是在主人心里的分量。
他们和我们之前讲到人的灵魂是比较像的，它不会在灵界待那么久，就随着时间拉长呢，能量就不如一开始那么明显了。这是因为这个毛孩啊，他穿越这个生死以后，他也有他的这个课题，是需要持续成长的。那有的时候回来看看你，但是呢，自己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去帮助其他的毛孩去完成这种灵魂的穿越，或者是帮助其他的人类，再或者转世。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过程。它在转还是生前的那种动物品类吗？有可能换了，这一会儿也会讲到啊。有很多毛孩跟他说，在他们离开以后，他们可以选择是否与这个群体意识融为一体。那有的不融，淘气就回来了；那有的就直接和融为一体，回到了他最初的地方。最初的地方是灵魂之家吗？类似是，就很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人类是这样，其实动物也是一样的。对，灵魂之家不分这个人类还是动物，不分这个高等动物和低等。对，动物的肉身刚刚死亡的时候，它的灵魂首先会去到灵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另外一个维度。但是动物说呢，其实它的位置是跟地球的这个大气层是重叠的，大概是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他说在灵界其实是一个充满爱和喜悦的空间，那以前想去的地方在灵界也都有。那最大的差别呢，就是说在那个状态下他想去哪儿去哪儿，没有说篱笆呀、后院、房子啊、墙壁啊挡住路了。并且动物的灵魂相比于人来说执念没有那么深。我们之前看过这种恐怖故事啊，他说这个人如果是因为意外横死，他会有一些怨念，对吧？说动物几乎没有这种感觉，就他们呢在离开以后，他可以放掉自己这种负面的情绪和想法，也很少能够回忆起说照护人之前对他们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记住的都是好的事情。那还真是善良了，是吧？可能也是因为思维比较单纯啊，不记仇嘛。偶尔他能听到什么呢？听到说他在世的时候啊，有别的小狗狗，他们之间相互较劲，他抢我猫粮了啊，他多吃了我3口狗粮，能提到这个。对于人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计较。他的一个整体感觉是，所有离世的毛孩大多真心感觉到快乐，这可能才是灵魂最初的模样吧。有可能是这样啊。就无论你什么时候跟他连线，你就能感觉到比较开心。安德森之前听到啊，从没有踏出过家门的这些小猫小狗，或者说生气了，或者说是离家出走那狗，那因为意外突然死亡，照顾人觉得很自责，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那其实宠物根本就没有在意的。就发生这种情况，照护人其实也不用过分的自责。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之前有一个主人养了一条狗叫塔克达，05年的事儿。这塔克达因为心脏衰竭意外过世了，但主人很内疚，因为前段时间狗有一点征兆，但是没带它去医院，想跟这个宠物好好的告个别。于是呢，请安德森帮忙连线。那连上线的塔克达特别开心，非常快乐。直接就来了，很开心见到他生前的那个父母嘛。他告诉这些父母说，其实那是他离开的最佳时机，并且呢，离开这个肉身的过程也非常顺利。那现在呢，他和蒙提和库珀在一起，这2条狗也是分别在这个稍早时候过世的狗，3个狗团圆了。他们那个生前父母就和塔克达说嘛，说抱歉什么的。塔克达说没事儿，别在意这些细节了。这都成细节了对吧？很开心。然后在沟通到尾声的时候呢，男主人就问塔克达还有什么话要跟自己说。塔克达回应是吼吼，还一个拟声词。主人一听就乐了，说这是一个生前的默契。每次他们在生前问塔克达，塔克达车子会发生什么声音？塔克达的吼吼啊，给他的这种一个回应。那到结尾的时候，这个狗还记得，并且愿意给到他们这样一个情绪，还是想让他们开心的。对，一直是这样。后来呢，他爸他妈就给这个塔克达办了一场这个算告别的仪式嘛，然后把它安葬在他们最爱的一棵树下。事实上，毛孩会以各种方式离开我们，有的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穿越了生死，这是比较好的走法。那有的呢是这种被兽医搞得人仰马翻的。那我们如果到了这种最后的时刻，说不伤心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相信这种时刻对他离开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情。动物去灵界以后呢，他看我们正常人呢，一个一个都不是人的样，那成啥样了？都是发光的这个球体。在宠物的心中，可能人呢对是记忆中的模样，但是他们看到的实际是一堆堆发光的球，他们的依据是靠着能量的振动频率认出来的主人。不是我一个食物的一个像。对，举个例子，就好像小狗呢在生前能通过声音或者这味道立马认出你可能戴着面具的主人，这都可以。动物呢能认得我们散发的能量和独特的振动结构，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就跟认识我们的长相一样。就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毛孩都能够找到我们独特的能量印记。这是安德森在和一条狗沟通的时候，他说我能看到我爸妈的这个能量，并且他们开心大笑的时候呢，能感觉出来能散发出了超级亮，像灯泡一样亮的光芒。所谓的光芒，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它向外散发出来的情绪？也有可能，那情绪是一种能量嘛，转化出来让他认识到了。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级的，不用通过实相来认别。就可能那个灵界那边全是用这种方式。对，所以这就从本质上杜绝了双胞胎分辨不出来的问题。对，因为他们的场不一样嘛。对。
然后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安德森说，至少到他接诊了几百起的这个案例了，他还没有遇到过因为时间太久他连线失败的情况。甚至说有的客户都已经90多岁了，那狗在10几年前去世，还是能顺利的连线到这离开的毛孩。那他没进轮回吗？事实上，他说有的狗狗已经轮回转世了，它成为别的狗了，但依然可以跟这个灵魂去聊天去对话，他还能想起他之前的事情，等于我一个信号过去，激活了他前世记忆啊，这是一种说法嘛。那当然，在这本书里没有过多的就这个篇幅进行讨论，但是在另一本书《与神对话》里面，其实解释过，它灵魂呢，并不是我们单独理解的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它可能同时能做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时空里都是这个灵魂，它发生着不同的故事。那不就是平行时空吗？它类似，等于我激活的是他上一世的那个灵魂，而非他本世的这个灵魂。哎，对，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前世今生，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先发生前，后发生后。对，那如果时间不存在的话，我们说在灵界没有时间概念的话，那它是有可能同时发生的。这一期我们主要说的是这个宠物的灵魂嘛，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单独挖一期针对时间或者针对平行时空再具体讨论一下。那如果想听平行时空这一趴呢，请把想听2个字打在评论区。哎，就也有很多人好奇说，毛孩穿越生死以后，谁会在灵界接他们？也有一个接引人。哎，这主人都会担心一件事情，没有了主人他怎么办？你的心事谁来承担呀？哎，谁帮他打伞，安慰他心烦？那大部分毛孩都会说啊，是已经过世的家人朋友来接，人和动物都有。那意思就是说，比如以前我养过一只小猫咪，哎，然后它不幸离开我了，后来我又养了这只小狗，然后这只小狗走了，是那只小猫咪来接的它，有可能，也可能是我远房的三舅姥爷，都有可能。这个事情就很好玩啊，他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这个是家养的，就是刚才那个情况，那如果是野外的那种野生，那会有天使和指导灵现身。所以我们真的是给了他一个家，可以这么说的，这也是让人很欣慰的事情。对。然后这些家人朋友或者说天使和指导灵都会很开心的庆祝毛孩穿越生死。他有一个客户叫林，他养了一匹马叫波斯。波斯去世的时候呢，其实林很伤心，所以想通过安德森去连线嘛。连线的时候，他就去问这个波斯，你在离开的时候有没有人接你？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安德森感受到了一匹灰色母马的能量，然后把这个告诉这个林就说，那个是波斯的生母。是他妈把他接走的。对，所以就跟刚才对上了嘛，他们相当于是妈妈孩子以灵魂的形式重逢。那还有一个鹦鹉呢，叫肉豆蔻，那主人也是担心没有人来接他，后来在连线的时候说，是谁来接你的呀？然后肉豆蔻说是一个离开的奶奶在接他。主人说那就对上了，之前我担心没有人接你，所以我祈求我过世的奶奶能够继续照顾你。然后他的奶奶还真来了，所以离开的朋友动物都会在某种时间状态下我们再次重逢。你开头一提到这个宠物通灵师我就很自然的想到了咱们上一篇那个宠物轮回，一条狗的使命。对，就那里面的主角不是一世一世一世的来，他都能记住他每一世的记忆。那所以这个宠物轮回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他有说吗？这个安德森非常肯定的说，他100%确定宠物有轮回，他遇到过。他的案例里面有一个叫老大的比特犬，他这个主人叫 Frank， 这个狗狗活了5岁，因为心脏病去世了。那 Frank 就也希望连线，他问老大呢，是不是能回来找他？他相信轮回，他就收到了非常清晰的画面和讯息啊。老大跟他说 ，Frank 呢会在一个星期3找到他。哇，直接给日子。给日子，而且还涉及到一位女性。那老大还提到了一个英文字母 T 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关键字叫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很大啊。他还提到呢会出现一些一眼就能看见的暗示，比如说你会看到英文字母 C， 比出 C， 站在一起嘛。站在一起。Frank 记住这些线索了，就满怀希望的离开，就等待老大回来那一天。3个月后 ，Frank 激动打来电话，说他找到老大了。怎么找到的呀？他说那天呢是一个星期3，他去寻找可以领养的幼犬了。这家店的老板叫 Tony， 理发师，是一个 T 开头的，家里正好有狗，他就看到了一个小狗额头上它的那个毛这边倒了，然后恰好出现了一个 C 的形状。嘿，对上了，就非常明显的暗示，相当于额头上清清楚楚写了一个字，这就算遇见了嘛。但唯一拼凑不起来的是老大说关键字很大是什么意思。直到过了很多年啊，Frank 又跟这个通灵师说，老大现在已经长到60公斤了。这么沉？这果然很大，这意思。他提到呢，说轮回呢没有既定的规则，并不一定大家都是转世再来的。他到目前也没有发现重复的规律。他了解到的一个宇宙法则呢，是说动物的灵魂都是带着独特并且富有意义的这个使命来投胎的。
相当于是一个契约，它不是一开始写死的，反而会像一个指南针或者导航器，每次状况有变呢，协议也跟着会变。比如说你之前养了一匹马，非常爱它，但是它离开了，本来约定好要在一起生活，需要呢天时地利人和这些都 OK 才行，对吧？那马的灵魂会再来投胎。但如果情况变了，比如说你离开了那个让你伤心的农场，搬进了这个公寓，那你们之间约定就会变，它不能再以马的身份进到你公寓，太大了。对，没有人在这个小房子里养马，它就会变成一个体型较小的动物，鸟、猫、小狗，类似这样。这还真灵活。随机的。他还说每个人其实都属于一个灵魂团体，这个团体里面有动物、有人类，还有指导灵。在上面的时候呢，其实都聊好了，团队内的每个灵魂呢，都说要帮助彼此在肉身状态下成长。那每次来到这个人世间，都会有一是要学习的课题，这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人类的灵魂是非常一致的。如果你现在遇到的这个毛孩养的小猫小狗特别难搞，那可能你的课题就是要学会耐心、包容，你要学会有同理心、宽容、勇气这些不同的课题，就类似这样啊。这其实是我协议里的一部分。你们之间的就是你完成，他也完成，并且通常越难照顾的毛孩啊，他越能帮助你学习成长。那肯定的嘛，不好管啊，不好管。但有的毛孩说呢，离开以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就没有必要再来尘世了。但也有的毛孩呢说，他其实很期待能够与主人再次见面。这就很像之前一条狗的使命嘛。这些动物们在灵界跟他说了很多，还说到了这个轮回具体有几种方法。那第一种呢叫新生法，那意味着它会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那毛孩过世以后呢，会在灵界待一阵子，时间长短不一啊，但据他观察大概还挺久的，3到5年。等到时机成熟，那动物会开始寻找新的身体。还说大多数案例里面，那毛孩的灵魂是在这个受孕的那一刻进入身体，但也有的是在生出来以后睁眼的那一刻。给宠物接生过的人可能会有感觉，新生的宠物一开始没有那些个体特征，就是吃饱睡，睡饱吃，行为都差不多。对，突然在一夜之间，小家伙开始展现个性了，那是因为他的灵魂进去了。哦，肉身先来，等着灵魂注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胚胎出现的时候就进去了。那这点和人类也是有点像的啊，有点像原厂和家装的意思。就是这种转世的方法呢，就是动物就不会夭折或者提前离世，因为他们在灵界相当于好好的休养过了。第二种是离开以后马上返回，相当于着急去找了一个新的生命体投胎，再回到他身边。只在灵界稍作停留，马上返回来。但这样转身过来的灵魂呢，可能没法寿终正寝，因为他毕竟没有在灵界好好的这个休息，这很像充电啊，相当于在灵界待的时间越久，那你下辈子寿命就越长。还提到一个案例，一个女主人养了一只猫叫沙迪，那沙迪过世以后呢，这女主人迫切的是想问沙迪会不会轮回转世，结果安德森一安排一连线，沙迪说我就准备回来了。很快他还告诉了这个女主人说他的新身体外形大概去哪里找他，给他传这个画面。那不久呢，女主人直接就和那个沙迪二世团圆了。沙迪二世回来以后他很开心啊，但是也没活太久。沙迪二世因为染上病毒，还是在这个女主人怀里就断气了。断气以后，其实女主人还是很伤心嘛，又去和安德森连线。但那次沟通呢，又传回来很多充满爱的讯息，并且其中一段话让女主人惊喜不已啊。沙迪二世说他很担心这个女主人这个烟还继续抽，说能少抽点少抽点，还问说你喜不喜欢我送你的气球。女主人一听就倒吸一口凉气啊，她说昨天呢是她生日，那上班上到一半的时候说出去抽根烟，抽根烟在旁边的这个树说挂了一束气球，他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那原来是他的小猫沙迪送的。哇，这个好暖啊。所以说即使和宠物离开以后，他们心里还是会记挂着主人，还记着你的生日，还给你送了这个生日礼物。那他还回来吗？那这是沙迪说他要去学习了，其他的课题没有回来。虽然两世都生命比较短，但恰好这两世猫都是在女主人生命的低潮、生命低谷的时候陪伴在她身边。听到这个以后呢，那个女主人就是宽慰很多。那第三种叫做共享灵魂法，听上去像是两个灵魂共用一个肉体啊。有点像附身吧。是这意思吧？这个多正吧呀，俩人相当于站上了。对，那商量一下就进来了。这种方法回来的更快，他都不用等待投胎，但是呢寿命会比较短。共享一个灵魂会让肉身以2倍的速度衰亡，也讲理，因为消耗2倍灵魂的能量。是这意思。有一个叫约翰的哥们儿，他养了一条狗叫露娜。那露娜去世以后几个月，约翰联系安德森，他想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一只流浪狗啊，突然出现在他工作的地方，他觉得那只狗呢跟他特别有缘，好像他们认识很久了，他就把那只狗收养起来了。那这只狗的很多习惯其实和露娜一模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样，他想知道是不是自己在胡思乱想。然后安德森就问了露娜，他就跟露娜连上线了，
露娜说，我正是用这种共享灵魂的方式回到了约翰身边，我希望能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陪伴他。安德森就问约翰说，你最近很难吗？约翰说，我最近刚刚离婚。哦，那是对，并且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我非常孤单，所以呢，狗狗才选择这种方式，想多陪陪他。那约翰听完以后松了一口气，这还真不是他的乱想啊，他很高兴他的狗狗又回来了，他们又在一起生活2年，最后狗狗还是得病走了，但那段岁月他挺过来了，帮他站起来了。其实宠物会不会转世啊，是在来到人间之前就商量好的。那如果说转世是对这只毛孩最好的安排，还是可以邀请它回来找你。对毛孩来说呢，从灵魂层面看，如果时机成熟，它肯定会回来。那我们也可以说在心里默念这份邀请，在心里去许愿这样的。如果毛孩在场，他也可以能听到。毛孩其实也不是一定会刻意满足我们的需要，然后安排转世，毕竟它还有一个出生前的这个宇宙法则。但无论它转不转世，我们其实都要记住一个，这个毛孩它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一直很爱你。